这第一张图是康波周期，这个图呢做的特别好，我觉得我研究康波周期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看的最好的一张图，就是因为我们常说周期嵌套嘛，因为我们看到国内有提到的这个康波周期的分析师他们是这样子嵌套，比如说这是康波，对吧？然后里面嵌套着朱格拉比如说这样的，它就是放在同一个图上，这样会让你有点没有时间的那种感觉但这个它就有，它这一圈就是多少年，然后里面就嵌套着周期，这是2023年、2024年，基本上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呢，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好几个周期的底部，这种三角是一个周期，看到吗？里面嵌套的这个小三角也是周期，这个中间的这个三个角的这个呢，基本上是20年左右，然后小的这种呢1、2、3、4、5、6，基本上是10年左右，小的这种就是朱格拉周期，上面这个就是库兹涅夫周期，总之就是嵌套。然后它这里面有几个点，就是说什么呢？你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周期之间顶点跟顶点有的时候它就是重合的，因为它相互嵌套这个关系它画的特别好，这个低点跟低点它有的时候它就是重合的本质上就是说这几个周期放在一起它是同向的。然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在一圈它就是一个康波周期。我们说康波周期是技术驱动的，对吧？从新的技术开始出来，这个是叫通缩，明白吗？就是价格越来越低，因为你产出非常好，你新的技术在向全球去普及，你的产出非常好，再往后就是通胀，一个通胀的过程。我们现在是走到这儿，后面还有10来年左右，到这儿才是价格顶点，然后就是新的技术革新。但是技术革新它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技术革新就是在差不多这种位置，比如说现在就是 AI 对吗？它一点一点的开始发芽，新的技术开始逐渐的出来，但是还没有大面积应用，后面这里就开始大面积的应用跟普及，然后这儿就是一个下一轮的危机。2029年就有可能是一个底部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2029到2030左右。所以说这一个图呢，它画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你按照它前面这些年份再回去看它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基本上也都符合那个。然后在这种时候，就是它这一圈下来之后，在后半段的时候战争会非常多，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你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普及了，比如说互联网没有办法再普及了，那你的蛋糕，全球的这个蛋糕经济产出的蛋糕就这么大了，大家就是存量了，就没有增量了，所以说大家相互之间争就会更多，所以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然后这是一个逆全球化的过程。那全球化的过程呢，就是说你的货币主导国，比如说现在是美国，以前是英国，再往前是荷兰，再往前是西班牙，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历史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主导国它的这个货币要用于全球贸易，所以你这个货币一定要足够多，你的主导国的你的货币你不足够多，会影响全球的贸易交换。不要去交易的时候手里没有美金怎么去做？所以说我们会想说美国为什么会10年牛市，因为全球的贸易要用美国交易，挣了美元之后要回流到美国去买美债跟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超长牛市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货币的更迭，就国际货币的更迭，基本上是1个世纪到1.5个世纪，就是100到150年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美元现在还是绝对的国际货币，但是它的影响力在逐渐的削弱，在这个整个的削弱的过程当中，也就是黄金跟白银走强的过程，因为它黄金跟白银不用政府来给你提供信用，它不是纸币，它就是天然的货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近来会产生那样一个系列的视频，是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没有办法不学这个了。在国际货币更迭的时候，
那个非国际货币的国家发现，哎，我手里拿着你这个东西已经不那么靠谱了，他会买啥？就是最近几年我们中国抛美债买什么？买黄金。我们中国的黄金储备最近几年涨了非常多。你看央行它为什么不储备比特币而储备黄金？这就是一个说明，对吧？这是其一。其二，你说比特币绝对成为不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货币吗？就所谓的中心化，就是比如说现在美元就是一个中心化的嘛，以你美国为中心的一个就是货币体系嘛。有没有可能比特币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呢，现在我不能100%的说它绝对不可能，但是呢，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的价格太短了，它目前的波动是以全球的 M2 滞后70天为波动的，有那个专门的那个图哈，就是说全球的 M2， 全球的这个货币供应滞后70天，就是比特币的走势超级高的相关度，它的相关度跟纳斯达克的相关度非常高，它的走势特征更像科技股，所以目前它这么短的周期之内，它至少要有100年以上的在整个货币更迭的过程当中，才能看出来它到底在去中心化的一个过程当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你们问我说它会怎么样，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过在过去上一轮国际货币更迭的时候，比特币起的是什么作用，它的走势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黄金白银。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假如我说错了，没有东西会证伪，没有足够的历史去推断，所以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但是说有人说想玩比特币也可以玩，其实我也在关注哈，就用什么呢？我们过后再讲。总之就是康波周期是技术驱动的啊，这一轮的这个技术就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到了顶点了，就是全球哪都有了。好，蛋糕已经就那么大了，没有办法再往外推了。所以在一个逆全球化怎么样？全球贸易是在增速是在降低的，在一个全球贸易降低的情况下，它对美元对国际货币的需求也在逐渐降低。去全球化一定是就是对你美元是下降的，所以当这个美元的信用再往下走的时候，就是黄金。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图，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看哈，这是过去的康波周期的萧条期，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了萧条期，是第5轮康波周期的萧条期。你看前面这些，只有最近的2轮呢，它才有现代的金融市场，最多数据就是上一轮，在前面是没有金融市场的。我们看这一幅图当中，这个2023、2024年、2025年对应的是1968年。这个图到时候你们回去可以找一下，在咱们圈子当中有。这边是1949到1954，这是上一轮啊。然后最近一轮是2008年左右，这上一轮，然后推导这边是1968年左右。我们看1968年到1980年所有的这个涨幅哈，当时还没有新兴市场，所以就是美债、商品指数、贵金属、白银、黄金，还有标普500，就是美股。我们看哈，这个累计涨幅23%，其实就可以忽略了。为啥？因为在1968年到1980年的通货膨胀，累计通货膨胀都比这个高。那么黄金是2300多，白银是2400多哈，商品指数就是所有的商品加起来，包括农产品啊、原油啊那些全部加起来是200多。好，美债也是负收益，为啥？收益率是往上走的，通胀往上走，对吗？新兴市场不知道啊，我们中国的市场是1990年才开始有数据。总之就是贵金属它是抗通胀，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视频，就是历史级别大级别的贵金属的行情是怎么产生又是怎么结束的，回去看。同时我在第2天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补充上，然后我又画了一张图给你们，又写了一篇文章补充的，你们还记得吗？这个图记得吗？就是上2轮这个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紫色的是黄金的走势啊。我们看到美元购买力就是什么？商品的通胀，
美元购买力下降，服务的通胀也是上升，看了吗？现在走一半，这是从基本面上来看的。总之，这是一个大概的脉络。所以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可能会希望我讲说，哎，你能不能讲一下2025年怎么办？我们首先要知道未来10年该怎么办。大家当然希望我最好能精确到每天哪一个行情涨得最好，好，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先从一个大的方向上先不要错。好，那我们说，那未来10年新兴市场我们不知道，但是贵金属呢，从过去的历史看呢，应该会有一个很不错的行情。好了，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